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大家晚上好。又迟到了吗？没有吧，1分钟。前面是出现了一点点小故障。儿子在那刷塞尔达呢，不是塞尔达，在那刷《艾尔登法环》，声音太大了，所以就稍微晚了1分钟。看看都说了些什么啊？提前4小时，提前1.5小时，提前1小时，你们真的是有时间提前3刻钟的啊！谷歌实际演示了50G 光纤网速啊，好吧，半小时。双曲线1号火箭发射失败了啊？是吗？好吧。OpenAI 提出人工智能的5G 标准，认为自己达到了第2期。哎呀，现在我觉得给大家定标准还是有点早。精炼各种降低体积扩大服务地区等，国内建立了全球首个6G 实验场啊，这个可以去研究一下。SpaceX 猎鹰9号发射失败，终结325次连续成功发射记录这个是给我报新闻的哈，感谢，第一个赞，买定离手啊。大国始终各种世界第一的6G 秀，不过大概率5G 是最后一个基本全球合作的标准。其实后来5G 也不怎么提了，因为5G 除了变快一些之外，没有什么优点，对吧？它特别耗电，基站必须特别密集，基站这个离远了还搞不定，这是5G 的一个情况。一个似乎有点被忽视的大跃进是 SpaceX 和美国主要的运营商之一 T-Mobile 今年1月份宣布正在推出直接到蜂窝服务。SpaceX 正在发射数百个专用卫星，直接通过现有的手机 4G LTE 中波段和手机连接不需要手机端。对，这个是有。这个是有，但是到底效果怎么样不好说。不用多花钱，这个还要看它真正为大范围服务以后测试的是不行的啊。拒绝送院来了啊 ，Direct to Cell， 对，是这样的。传感器服务叫烂了名字的 IoT，Internet of Things。估计什么快跑、萝卜快跑也有点 IoT，智能家居、共享单车、共享支付宝，是互相这个 IoT 其实不能这么讲啊，不知道。估计可以一网打尽大国5G 信号，这个还是不太容易的啊。5G 其实是靠牺牲距离来去实现高速率的，对吧？它这种走4G LTE 的话，它速度应该不会快。报道高考上线没？还没呢啊。这个应该是在下周的这个时候，今天是12号嘛，大概是18、19号左右，就应该开始在网上能查到数据了，所以还要再等1个礼拜啊。今天赶上开头1分钟，对的，是的。不过今天刚损失了13颗这样的卫星，哟，这个我们可以去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故事啊。先点赞，那它这个是不是也算归零了？Direct to Cell 收集5G 信号 ，AI 分析其中有用的数据，这种东西跟 AI 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5G 有优点啊，我们这儿一堆5G 井盖老牛了，5G 井盖干嘛使的？问个问题啊，这个我想问一下 GPT-4和 GPT-4O 有什么区别？写论文做 PPT 最好用哪个？这个不太好说啊，反正我现在是能用4，我就不用4O，因为4比4O 贵求教夸克 AI 和
Quack1不是一个产品吧？这个阿里的夸克 AI 没使过这东西啊，我用的阿里都是通义千问。有朋友说老范长得像什么亨利八世，不知道。澳洲还是假5G NSA 没有 SA 啊，这个就不了解了。晚上好，好啊，这是我们今天准备开始直播，但是今天实在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有点手忙脚乱，所以还有你们每次光看见装这个药盒，从来没有人看过怎么吃这个药吧？对，今天还没吃呢。好，这个我们准备开始讲今天的，没有啊，这样的。劳烦推荐的免费模型地址好用啊，是今天讲的这个什么哈？硅基流动还是叫硅基什么玩意儿？这是挺好使的，虽然名字绕口了点啊，名字也确实不是很上口，用还是能用的。没声音，现在应该有了。刚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掉了啊！吃药演示，对。好，我们准备开始讲今天的故事。我们准备开始讲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萝卜快跑，百度是不是真的可以起飞了？因为随着萝卜快跑在武汉的出圈，随着很多的武汉出租车司机、武汉的网约车司机开始闹事儿，随着萝卜快跑在武汉真的撞了人了，而且经过解释是因为被撞的人自己闯的红灯，大家并没有去谴责萝卜快跑，而去谴责这个闯红灯的人。对吧？随着所有的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百度的股价涨了12%，这是好久没有遇到过的事情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度是不是就可以借着萝卜快跑起飞了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讨论的问题。啊，这个前面很多我们其实已经做了一期萝卜快跑的基本概述的情况。啊，也有人再去录节目说萝卜快跑出来以后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动荡、社会不稳定，对吧？有1000万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他们要没有饭碗了，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像我这种人呢，肯定属于是这个 EACC 这一派的啊，就是说先让科技跑起来，其他的呢，人类会自己适应啊。我一般属于这一派的，所以呢，我一般会讨论说，这个事情真正运转起来以后，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到底谁能够在里边挣到钱，对吧？然后，整个的社会发展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从来不会认为说这种系统就会停下来啊，因为我们要让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能够有饭吃，然后我们把这个事儿停下来啊，我从来不会想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萝卜快跑啊，百度真的可以起飞了吗？啊，那么萝卜快跑呢，最近在武汉铺开，引起了很多争议。出租车跟网约车司机在后边到底该怎么办呢？然后呢，这个事情其实轮不到我们想啊，政府都不在意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在意，对吧？然后这个东西到底安不安全？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大家看到我今天放的这一幅封面了没有啊？它是萝卜快跑的后台，就是一个人啊，或者一堆人坐在屋子里头，像这个开游戏机似的，开着萝卜快跑的这种远程控制终端，然后可以去控制这个车。一旦发现萝卜快跑在前端无法进行自主工作、无法进行自主判断的时候，后台会快速接手，然后呢，对这个车进行人为干预啊，这就是现实的萝卜快跑的后台就长这样啊。但是你看到它上面有一个大的屏幕之外啊，有方向盘，它底下还有一个小屏幕，应该就是各种各样萝卜快跑相关的数据以及各种开关是在这个地方的。那么这种东西呢，在它的这种低速运行状态下，按道理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就是这种车出事故的几率会比人开的车低。
对吧？而且呢，就算是同样出事故，它可能造成的伤亡、造成的伤害也会更小一些。很多人说啊，这个无人车撞人怎么办？人也撞，对吧？我只要撞的比人少就行。你不能说因为无人车撞了人了，你就罪大恶极了啊，这个事儿是不对的。那么出了事儿到底谁负责任？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如果无人车上有安全员，就是有一个人坐在那儿了，出了事故由安全员个人负责。如果没有安全员，那么出了事故以后呢，是由这个开发的公司或者提供无人驾驶这个功能的公司来负责。但是现在，比如说，如果后台被人为接管了以后继续出事故了，到底是谁负责呢？应该是一个相对灰色的地带。那么百度有了这样的一个事例之前，它比别人都跑得快啊，都跑到最前头了。虽然武汉这一次发放牌照有10几家公司都去申请了，但是只有百度是看到让大家看到了，对吧？只有百度是站在 C 位，站在最前头了。那百度是不是就可以了呢？那么百度股票大涨12%，萝卜快跑在不同的城市都在落地。在很多的城市在开分公司。百度呢一般是说我到哪一个城市去搞萝卜快跑，就一定要到那儿去开一个分公司。而且呢，百度也在各个城市里在招募司机。百度招募的司机呢，主要是2个用途了。第一个，你那些车还是要移动的，对吧？或者说我需要出去抢修，需要去把这个车救援回来，这个是需要司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坐在后边开游戏机这帮人，他也得是司机，对吧？所以现在百度开始大面积的招募司机了。然后呢，这些司机呢，也在思考说，哎，萝卜快跑以后会不会进行连锁加盟呢？对吧？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在滴滴里头，其实有很多人是去开滴滴的车。什么意思呢？就是北京啊、上海这些城市，它的牌照是比较有限的。而且有很多人呢，我虽然会开车，但是我没有车，对吧？那么滴滴呢就会买一堆车，然后租上牌照，或者说把这些车挂在租赁公司名下，然后让这个普通的没有车的人去租用这些车去开。那么现在就有些人说，我能不能这样？我花20万块钱去买辆车，加盟这个萝卜快跑，对吧？然后这个车跑出来这个钱归我，或者说我来怎么分这个钱或者说我干脆我买100辆车20万嘛，2000万我去买，买完了以后，我坐在那儿分这钱行不行现在也开始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了。但是你说除了买车之外或者除了您会开车之外，肯定呢还需要承担，比如说调度中心维护相关的成本，都是会要去承担的。那么做无人出租车，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生意呢？这个是在我们去讨论百度这轮行不行之前，我们要先去讨论的一个问题。百度承诺呢是到今年年底这个生意要打平前面是赔钱的，到明年呢要盈利。但是现在网上大量的像我们这种业余博主呢，都在讲说百度你这个账算的不对，对吧？你这个账呢是忽略了大量的成本，它绝不可能这么简简单单就可以盈利为什么呢？第一个，百度的研发成本绝对是没有算在里头的。那你说百度研发这个无人出租车到底花了多少钱？其实，在百度的财报里头并没有明确的批复那么百度每一年的研发投入大概是240亿或者200几十亿人民币。那这些钱里头到底有多少是研发阿波罗它那个无人系统叫阿波罗，然后呢，运营平台叫萝卜快跑。大家注意萝卜快跑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没有在外边再融过资，它100%是属于百度的，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做了这么多年，在这么多城市里边做了这么多的测试，那么到底花了多少钱去研发？百度没有说，但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应该上百亿人民币还是花掉了的。那么这个钱，你如果想从萝卜快跑里把它摊销回来，这个基本上是很难或者说可能会非常非常多的年头才能把它摊销出来。
那么其他的成本到底算没算清楚呢？应该是一笔糊涂账。为什么呢？第一个，它调度中心的成本算没算？就是我们在封面上放的这张这个像大游戏厅似的，每个人坐在里头，对吧？开着这个游戏机似的这个车去救援前端车辆它呢是这样，就是后边这个车对前面的车是1:10到1比多少的一个比例，不是说前面有一辆车，后边就有一个人在这座上开着他是后边这个人要看着一大堆屏幕，然后谁的车不动了，或者说有报警了，他会及时接手，对吧？然后再把这个车开出去。如果发生大规模什么雨雪呀这样的这种恶劣天气的话，后边那人是接不过来的千万不要想着说后边是1:1的，但是你建设调度中心肯定也是需要大量的成本，对吧？包括后边这些调度人员的薪资，这个到底是怎么算的，现在不知道。然后第二块是维护中心你比如说我需要修这些车我需要给这些车做一些哪怕除异味、清洗这些事情，你也要做。这个事情呢，并没有算在里头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车挺干净的，里头也没有异味，对吧？这是新车你开半年试试。我记得原来共享汽车的时候，我去开过，哇，那里头真的是味儿简直是一开门就完全无法忍受，对吧？你想一个人坐在车里开始抽烟的时候，你怎么制止他？你根本没法制止他，对吧？下一个人说我一定要在车里吃个榴莲，你说你拿他怎么办？你拿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对吧？有些人说我就是想在车上吃点东西我路上实在来不及了，这个时间长了以后，那个车一定会非常的脏，不用长1个月那个车就没法看了。那你要想让它始终保持比较好看然后没有异味的话，怎么办呢？你得不停的维护它不停的给它做桑拿真的是做桑拿，你拿热蒸汽去蒸这个座椅，你才能把那个异味蒸出来，还要给它上香水那这个都是成本，对吧？后边事故怎么处理，这个成本算没算？大概率它也没算，对吧？包括后边的车辆维护，现在都是新车呀，车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对吧？以前咱们都说什么样车质量好对吧？坐警车、坐出租车的车，这个车质量好我们以前家里没有什么钱的时候，特别是很多家庭买第一辆车的时候，我们都在思考说，哎，我到底应该买一个什么车看看各个城市他们都是拿什么车做出租车我们就买这样的车这种车一定皮实或者是警车现在我开那个车，其实在美国就是当警车用的，那个福特探险者，美国基本上全是警车，对吧？那么这种车就相对皮实一点。但是现在萝卜快跑用的是谁的车呢？是北汽极狐的车。这种车从来就不以品质好著称，对吧？那么这些车开一段时间以后坏了怎么办？你还别说坏在街上出事故了怎么办？你这个车后边的各种的换各种零部件呀，或者一些这种养护该怎么如何处理这个都没算进去。然后这种车的保险费率到底怎么算？其实也是一笔糊涂账。为什么？所有这种电动车的保险都特别贵要比普通的汽油车要贵很多很多因为这种电动车的核心价值是那块电池，你只要稍微发生一点点小碰撞，那个电池就会变形，因为它整个在底盘上嘛，那就要换那个电池，因为电池为了稳固都是做的一个死块就是你没法说我换其中一部分，你要换那个电池，这个成本就非常非常高了。对吧？所以保险公司一般会给他们做非常贵的保险。然后另外呢，这些车呢是运营车辆，对吧？现在呢，当然运营车辆这件事儿还要打个问号，因为现在去问武汉市交通局，武汉市交通局说这是一个企业行为，他们并不算运营车辆，所以这个事情现在这些车呢还属于叫非法运营阶段，对吧？但是呢，武汉市政府决定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给他发点补贴，对吧？这个反正政府呢就是人家怎么去执法，不用我们去教人做人了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为什么？一旦成为运营车辆以后你就会面临一个报废的问题像我们正常的汽车其实是没有强制报废的，只是越往后开，你需要检验的越频这个一旦成为运营车辆以后的话，你这个车开8年是要报废的，或者说你要退出运营。如果跑了60万公里，也是要强制报废的这个你开了60万公里以后，你是不能再往下开的
啊，这个是对运营车辆的一个特定要求。现在，你比如说啊，这个曹操专车呀，或者是什么滴答出行啊这些公司跑到香港去上市，核心就是它合规了。合规是什么？就是中国规定，你要去跑网约车，必须跑网约车的人是要有运营这个证的啊，不是说你有驾照就完了，你是要有运营资格证的。然后你这个车要成为运营车辆，就是咱们比如私家车跑去挂牌去开网约车了，那我们的私家车就变成运营车辆了，对吧？首先司机你要去重新考试啊，考一个运营证，然后我们的车过了8年以后就不能开了啊，然后跑够60万公里就直接报废了。对吧？这个很多人不愿意去走这条路啊，就很费劲。很多原来的这种网约车公司都是不合规的啊，现在他们正在为了上市走向合规。那么电动车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吧？咱们8年60万公里，咱们说一个扎心的事实，在这个8年60万公里的过程中，咱需要换几次电池呢？对吧？你这个电池能跑够8年60万公里吗？到目前为止的电动车，没有哪个车可以干走这件事情的，对吧？它可能跑个2、3年、3、4年，它的电池衰减就非常厉害了。甚至呢，还是家用车，你3、4年，你可能也就开了个3、5万公里。你真的如果是运营车辆，你开个2、3年的话，它可能跑出20万公里来，你这个电池直接就废掉了，对吧？那你要换电池，但是大家知道，电动车换一次电池，那大半辆车的价格就没了啊。那么这个在百度算成本的时候算没算上去啊？现在呢，普遍认为它是没有算进去的。那你说百度为什么要吹这个牛呢？对吧？大家要注意啊，不是说什么事儿都可以拿来吹牛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如果一个公司说我手里钱多啊，这公司也是个好生意，对吧？那我一定干嘛？藏着掖着，我不能让别人上来啊！如果让别人上来，这钱我就挣不着了，对吧？我要尽量避免竞争。你问那做生意做得好的人说，哎，你这生意咋做的？哎呀，这生意可难了，千万别来，对吧？谁来谁后悔，我现在都后悔死了，对吧？都是这么讲话的啊。什么样的人上来会吹牛呢？这生意真的没那么好做，他现在需要别人给他钱，对吧？他需要忽悠钱的时候才会吹这个牛。所以呢，现在感觉百度是准备开展连锁加盟了，他手里没那么多钱了，对吧？他要想继续铺开，是要忽悠一笔钱进来，对吧？这个就跟什么似的，就是你出去买鱼啊，说我要条2斤的鱼啊，你看这4斤还高高的呢，对吧？那意思就是说我这秤好好的啊，你一定要来投入这个事业啊，我们肯定能挣着钱，对吧？你今年20万投进来啊，4年之内我保证你回本啊，一定会在吹这个牛。那么萝卜快跑呢，是百度阿波罗运营平台啊。刚才我们讲了，阿波罗就是百度的自动驾驶部门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公司，也没有外部投资啊。现在呢，一直在传言，百度在做阿波罗的过程中已经不堪重负了，因为做了太多年了，对吧？已经经历了几次大的裁员啊，融资呢也有过信息，原来说百度准备把阿波罗这一块单独拆出来，再去融一些钱。但是呢，最终都百度辟谣了，对吧？裁员了以后，百度说啊，我没有啊，这事儿我没干啊。虽然你会看到很多从百度阿波罗离开的员工再去创业，或者再去加入其他的这种自动驾驶企业，对吧？融资呢也是外边传了一段时间以后，百度说我没融资，我就要自己把它干下去，对吧？估计也是没有谈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要想全国铺开萝卜快跑这件事情，这个钱百度是付不起的，对吧？这个我们要去搞清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融资啊，甭管是说我百度整体融一笔钱，还是说我把阿波罗或者叫萝卜快跑整个拆出来，再去融一笔钱，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像百度这样的上市公司来说，你要跟他去做这种投融资合作的话，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因为它是美国上市公司，在香港也有挂牌，这种公司它需要遵守特别特别多的规则，对吧？你想给他一笔钱，然后想在里边拆一块东西出来，啊，那真的不是一般的难啊。因为我原来在上市公司里头帮下面各个部门去做 MBO 拆分的时候，从来没有做成功过一次啊，非常痛苦。就算有人举着钱上来说我愿意给钱，对吧？都做不成
啊，这个过程特别麻烦。那么如果没法再去分拆融资怎么办？只能开连锁加盟，对吧？我把一个一个城市的经营权包出去啊，这个城市我包给谁谁谁了，你们去运营啊，或者包给哪些人，你们去买车，你们去搞这个事情，我只管出软件收服务费就完了。这条路才有可能是百度未来有可能走得通的路，对吧？那么怎么才能够按照百度这个方法把这个账算平呢？咱们先不说刚才我们讲了一堆他算的糊涂账的东西，就百度这账自己是怎么算的？买车跟折旧是必须算进去，20万一辆车，就是百度上一代车呢是40万一辆啊。他说我们现在在投的最新的一代是20万一辆啊，那么20万一辆车买完了以后啊，这个比如说按8年折旧，一年多少钱，一天多少钱？所以他为什么讲说我一天要跑100单呢？对吧？他最后合到是，他这个车每天的成本大概是100块钱左右啊，就整个的折旧成本100块钱左右，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充电啊，充100块钱的，等于你是200块钱的基本成本，剩下的呢，它基本上利润使了，它就可以盈利了，对吧？它是这么来算这个事儿的。所以买车跟折旧是算了，然后保险呢，应该按是最优惠的家用车所有的啊，而且是从来不出事故来计算的。大家知道买保险这个事儿，你只要出过事故，你的保险就会变得越来越贵，对吧？你如果不出事故的话，它的保险还会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那么维护跟维修应该是基本没算，因为电车呢，他们也讲说这玩意儿没有机油机滤，对吧？你也不需要去换什么机油啊，你就是充电，换个雨刷器啊，换个刹车片就完事儿了，最多换个刹车油啊，其他都不需要去动它，对吧？这个百度一定是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维护人家算了啊，只是算的比较便宜。调度中心呢，应该也是按照相对理想的状态去算，比如说一个人对应100辆车啊，因为这个比例越高，它肯定调度中心配的人员和设备越少嘛，啊，它肯定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去算，然后再加上充电费啊，把整个这些东西算完了以后说 OK 就是它了，对吧？我按照这个来算啊，你20万块去买车，然后啊加入我的连锁运营，你是可以盈利的啊。当然了，所有百度算的这个啊，它这个粗命账啊，还有一些比较中国特色的成本，它也没算进去。第一个是什么呢？叫准入成本。你在每一个城市里头，你想进去，这本身就很难，对吧？你不是这个公司啊，不是这个城市的，老板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小舅子什么，你想进得去，这别开玩笑了啊，非常难。你像百度这么长时间才推了这么几个城市，那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规律啊，它一定是非常难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竞争对手内卷，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百度一家啊，十几家呢，对吧？现在在武汉申请牌照就19家，各个城市还有各个城市自己要去做的这些公司，对吧？所以百度在这一块呢，真不一定是能够卷得过其他人啊。你说我百度便宜，别人更便宜，对吧？再加上盗抢、质押、电池丢失、拆解这些东西，百度都没算，对吧？你说以前啊，共享自行车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偷这个车的呀，啊，偷完了以后到外地给你卖了或者怎么弄的都有。那么现在这好歹是个汽车，对吧？我把汽车拆开，我把那块电池拆了卖了去，这事儿行不行？那车我不要了，因为车上肯定全是 GPS 啊，各种各样的跟踪器，你想把它弄走了还是挺麻烦的啊。或者我把这车弄走了，找地儿质押去啊，你质押了都没人拿它没办法啊。这个百度肯定也没算进去，对吧？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一些成本。所以长远看来呢，做无人驾驶出租车呢，它的成本肯定要比有人的便宜，但是短期内这个账是很难算明白的，对吧？就算是共享自行车，它也是运营了很长一段时间，民众已经彻底接受这件事情了以后，它的丢失啊，它的这种损毁啊，才慢慢降下来，对吧？我记得特别逗，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案子是从中国到印尼雅加达去做共享自行车，然后呢，他们那个车上丢东西，我说你们都丢什么呀？丢铃铛，对吧？咱们的共享自行车那个铃铛是拧的嘛，在一个把上拧，拧完了以后叮了当啷响。他说我们把这个车只要在印尼放出去以后，那个铃铛就都没了啊，人家别的不偷，就偷那个铃铛。后来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他们没有这玩意儿啊，而且这个铃铛做的还很好，他们就是从国内买了 OFO 的一些车到那边去改装的啊，重新刷了个颜色，然后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铃铛，然后疯狂丢。你要丢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大家才觉得哦，这个东西已经见怪不怪了啊，谁还偷这玩意儿没意思了，对吧？才能走这样一条路。所以呢，这个账能够算平是很漫长的一个事情。那么，百度到底能不能吃到这碗汤呢？这个是我们今天核心讨论的啊。所以我们先讲了现状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呢，这个生意到底好不好做啊，成本到底应该怎么算啊？那么轮到百度了，它到底行不行？首先给出结论，百度很难很难喝到这碗汤啊。别看它现在跑得快，它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因为百度是一家流量公司，非常非常轻。啊，这个我们把互联网公司分成轻重两种啊。什么样的公司很轻呢？就是你不接触具体的物品啊、货品、人的服务啊，这个你都不接触，这种公司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轻。然后什么样的公司重？就反过来啊，我要去碰货物，我要去碰仓储物流啊，我要去线下收钱啊，我要去做现实交易啊，这种东西就会比较重。百度属于典型的轻公司。啊，百度的这种重业务呢，其实也做过几次啊，但是从来没成功过。前面做过百度糯米是做团购的啊，后来关停了，把所有百度糯米的员工啊拉回到百度自己的搜索本部去了。然后百度呢也做过智能硬件啊，他们百度智能硬件的项目最终也关停了啊，什么也没剩下。百度呢还做过外卖啊，这个百度这是做了它最重的一个案子。但是最后百度外卖呢也实在是拼不过别人，然后卖给饿了么。饿了么现在也在苟延残喘的一个状态里头吧。那百度为啥搞不定重业务？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百度的思维呢，其实对于流量来说，它很矛盾。一方面呢，流量为王，啊，你说你做了再多的努力，在线下做了很多细节的工作，脏活累活，啊，你没有上面拨动开关玩流量那帮人挣得多，也没有他们对整个业务的影响大。啊，你可能啊，我今天把车擦得干净了一些啊，我明天研究了一下这个车4天一擦应该改成3天一擦还是怎么样？你做了一堆这样的努力，然后人家说，哎，我给你出一个小套餐吧，啊，我给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吧，啊，或者我把广告的颜色从红的改成绿的吧，啊，你看看对整个业绩的那个影响一定是流量厉害，对吧？玩流量的人都是干这样的，对吧？都是在流量上一堆小开关拨来拨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做流量为王的人呢，对流量的运营又相对粗犷。为什么呢？因为流量都是他自己的，对吧？他不觉得珍惜，说，哎，我应该怎么能够把这一个流量用好啊？因为像我们以前做游戏啊，做什么其他这样的公司，那个流量是很贵的。我每买到1000次展示，我是老老实实的花了，比如说$10出去的，啊，那我一定要怎么去提高流量的转换率？一定要干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百度包括像腾讯这种公司，他都觉得，哎，流量不就是在这儿吗？然后我不行，我稍微调整一下，看看是不是再浪费一点。他们都是这样的啊，就是一方面流量很厉害，另外一方面又不珍惜。这是百度的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百度内部呢派系林立啊，就是阶级斗争最严重的公司大概就是百度了啊，没有之一。而且呢，百度内部有很多人很喜欢上下其手啊，这个因为你一旦派系林立了以后啊，就是各种监督啊，各种的这种内部的规章制度和流程就会形同虚设，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百度里头偷偷往自己兜里揣钱的人一定会稍微有那么一些吧。那么当业务比较轻，层级管理比较少的时候，都在数字上干活的时候呢，啊，百度现在这套体系是可以将就 run 起来的啊，没有任何大毛病。但是，一旦你变成重业务了，你触及线下了，这个业务就会变得很重，你管理的层级就会变得很多，而且非常多的实物跟现金都会进入到管理流里边来，对吧？它就不再是纯数字了啊。那么这些东西啊，就很容易崩盘啊。在这种相对来说管理效率比较低，然后整个的管理的人员的素质也没有那么强啊，大家都这个一边做着阶级斗争啊，一边都惦记往自己兜里揣钱的情况下，这种系统是管不好的啊。
所以为什么这种轻公司都很怕沾这种重资产，就是这样。而且呢，上市公司通常比较没有耐心啊。百度是个上市公司，为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一个上市公司，我投入研发了啊，这个事儿呢没什么大毛病。百度这么长时间一直投入阿波罗研发，对吧？它可以玩一个什么东西叫市梦率啊？什么叫市梦率呢？原来咱们知道叫市盈率，对吧？我们用市值除以这个就是营业额啊什么这个东西，最后得到一个比例。啊，但市梦率呢，就是我们梦想到底有多少啊？我现在研发了无人驾驶、无人出租车啊，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值钱？但是，一旦开始投入实体运营了，你就得老老实实的给我看账单了。你到底花了多少钱，对吧？多少钱是养护的？多少钱是这个建这个调度中心的？多少钱是车辆维修的？啊，多少钱是车真正挣回来的？你就得拿出来给人放在财报里了。这个上市公司通常是没有耐心的。对吧？你一旦这个长时间的亏损，它就会这个股价就会下跌啊，这个百度是无法承受的。而且呢，一旦开始做这种实体了啊，真正做重了，你就不再是说我在哪儿玩了一个小花活啊，我这里去这个加个套餐，那个地方改个颜色，这个文字改一改，就不是这样了。你就真的得要结硬债打呆仗了啊！而结硬债打呆仗这件事儿呢，恰恰是百度不擅长的人。百度呢是相对来说啊，它是一帮学院派啊。当然你要去看啊，就是百度里边的人，如果是直接招聘进百度的，或者在百度内部成长起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学院派。然后也有一些草根啊，这些人哪来的？一般是百度收购的公司啊。因为我以前有一些案子啊，也是后面被百度投资了，或者有一些被百度收购了。他们进去了以后呢，都会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学院派的人压根看不起他们，对吧？这个里边聪明人实在太多，重学历啊，而且也很重策略，就是啊，我这个运筹帷幄啊，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是百度的人比较喜欢干的事情，对吧？这种学院派，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可以去思考呢？比如宋朝啊，宋朝到灭亡的时候，还是一堆文人坐在那儿想说，哎，我怎么能够通过计谋啊，合纵连横一下我就赢了，对吧？大家要想。最后把宋朝干废掉的，甭管是北宋的金，还是干掉南宋的元，都是原来宋朝合纵连横的对象啊。百度内部好多是这样的人啊，他相对学院派一点。百度你说有优势没有？有啊，百度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啊，也算是呢走快了半步，也算是赶上了这一波的风口啊，这是百度的优势。但百度的劣势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穷啊，它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现金。第二个呢，是缺乏能够打硬仗的管理制度与团队。第三个是缺乏耐心。第四个才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告诉你，这个所有由文人学院派组成的管理团队有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叫不够狠啊！这个玩这个事情一定要足够狠啊！这个百度是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的。那么百度在自动出租车这件事情上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呢？啊，这个从来都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啊！百度干这种事儿干的特别多。百度的移动战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百度的电商战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百度的小程序战略、百度的社交战略、百度的团购、O2O、送餐，所有这些战略，百度都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为啥？因为它百度嘛，它是有搜索引擎，对吧？它有所有的数据，它知道所有的方向在什么地方啊？我已经真的是高瞻远瞩，然后在上帝视角我都看明白了哪个地方有机会啊，这个事儿是百度的优势。但是呢，你真要在下头脱光了膀子赤膊上阵跟人打仗了，这个哎呀，是不是会把衣服弄脏啊？这是对吧？这种仗是打不赢的啊，所以百度通常会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对百度正在进行的智能驾驶战略以及 AIGC 战略再拭目以待一次，他们都是起了大早了啊，甭管是文心一言还是萝卜快跑，都算起了大早了。咱们看看他最后会不会赶个晚集。从文心一言的角度上来看，我现在感觉他在国内的各个大模型里头已经不算靠前的了，对吧？基本上可以认为他是赶了个晚集了，对吧？那么萝卜快跑啊，现在还算是起了个大早，咱们等他看看能不能赶了个晚集。那么后边谁能喝到这碗汤呢？后边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发展呢？第一个，
不要想着说这个事儿会不会被叫停啊，不会的，一定会快速的涨上去。因为武汉现在这个事儿已经给大家做出表率来了，对吧？虽然有反对意见啊，虽然撞了人了，但是整个的舆论是向着武汉市政府，向着这个先进科技的啊，一定是往这块走，所以各地一定会跟风，没什么好说的。第一个吃螃蟹的并没有出事儿，并没有叫停，对吧？虽然他可能螃蟹刺儿扎了嘴了啊，但是螃蟹很好吃啊。那么方向已经指明了，上啊，这是没什么好说的。传统的网约车企业就会冲上去，包括如祺出行、滴答出行、曹操出行这3个已经上市了，在香港挂牌上市了，已经完全合规了。那么未来他们可能就会快速的上这种这个智能网约智能的出租车一定会上这个东西。然后滴滴出行这个还没讲话呢，滴滴出行下头是有好几个做智能驾驶相关的实验室，前头还卖了一个，卖给小鹏了，他自己手里还有一个。对吧？那么滴滴出行只要是能够把上市的问题搞定了，他干这个事儿是必然的没有任何问题。包括国外Uber 什么也都在研究无人驾驶这个所以前面这些网约车企业一定会上，而且呢还有其他的狠角色滴滴出行其实相对来说算一个比较狠的，对吧？咱们说在中国你要想做这样的落地重产业，一定要上狠角色，这个不狠你是玩不远的这个互联网现在它还剩4个狠角色，2个轻公司，2个重公司。2个轻公司是谁？一个是拼多多，一个是字节跳动。2个重公司呢，一个是滴滴，还有一个是美团这4个公司是现在中国互联网里的4个狠角色。那么刚才咱讲滴滴肯定会上，还有一个相对比较重的美团也肯定会上，因为美团早早就开始进入打车领域了，美团有美团打车。对吧？而且有丰富的线下运营经验，有丰富的下沉市场的拓展和管理能力，这个是美团真正强的地方。你要比说线下低端劳动力的管理，全中国他说第一就没有人敢说这个我能跟他比一比的绝对没有这个，应该是这么讲。全中国他说第2就没有人敢当第一这个是正确的说法。所以美团一定会上。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些其他公司，比如说像华为华为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狠的一个角色，但是华为直接上的可能性不大。谁会上呢？就是华为周边的企业都会动起来，比如长安长安跟华为车必优合资的公司叫 NIO， 这个公司绝对会上。他自己有车，他自己造车的，而且造的很好，对吧？有技术，华为车必优做的所有的无人驾驶技术都在这儿。也有政府关系，甭管是华为的政府关系还是长安的，长安后边完全是兵器工业部，对吧？中国的最核心的这种技术产业都在他手里头还有爱国情怀。那你说这样的企业他不上去搞这个这个无人驾驶出租车，谁上去？他肯定会上。然后百度呢，现在算是犯了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忌讳，这是忌讳是什么呢？叫财不露白他现在忽悠大家说上来呀来呀，我这儿可挣钱了，对吧？百度吹了这个牛，无人驾驶出租车就已经是可以落地盈利了，这个牛它吹出去了。这件事呢，从技术上来说，并没有那么大门槛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在技术上有多难做真的没有那么费劲。费劲吗？上百度挖人去呗，这事有多难吗？对吧？百度的工资也没有那么高，对吧？挖了人出来，咱去创业，还是给你挖到其他公司去当合伙人，给你发股票，这个事儿肯定是可以分分钟把百度挖的跟筛子似的，对吧？所以技术并没那么难你挖不了百度的人，咱还可以挖苹果的、挖特斯拉的、挖谁的不行，对吧？这个事儿肯定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技术门槛所以现在呢，这个百度把这牛吹出去以后，真正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资本的眼睛红了。对吧？这个资本现在其实是没有好标的的，那现在有一个好标的了，上对吧？新的企业会不断的被孵化出来，这些企业有可能是资本孵化的新企业，从百度里头挖一些人出来。其实现在绝大部分国内做无人驾驶公司的这些老板，原来都是百度这个智能驾驶部门出来的，对吧？他前面甭管是经过裁员也好，还是已经被资本挖了一堆人出来也好，对吧？这个一定会孵化出很多的新企业，甚至呢，比如说，华为我再孵化一个，这个长安再孵化一个，比亚迪再孵化一个，对吧？然后滴滴在内部孵化一个，这个美团在内部孵化一个，所以
大量的这种企业会被孵化出来，孵化出来以后干嘛？就是疯狂的从百度挖人啊，国内一直是这么干的啊。你包括像字节跳动说我要做推荐算法了怎么办？百度挖人去，对吧？然后你只要是说我做的这块项目跟百度相关了啊，百度挖人去啊，这个都是相对来说百试不灵的就是百试百灵的这个手段。为什么？就是百度内部的人的素质其实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它内部阶级斗争很厉害，对吧？很多的有技术的人又得不到实际的权利，也得不到真正能够拿钱的这个机会，所以你把这帮人挖出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啊。那么各地政府呢，一定也会冲啊，一定会找一些更愿意听话的企业啊，比如说公交公司、传统的出租车公司，这个其实都是跟各级政府的这种裙带关系绑得死死的企业啊。那有一些出租车公司说，那我上呗，对吧？那么没准他们也有一些机会会上。传统的车企一定会冲啊，比亚迪呀、什么吉利呀、这个都会上啊，这是不用想的。如果真的开放加盟了，啊，也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啊。就是如果大家手里还有俩签儿啊，百度说我开放加盟了啊，一定要小心啊，冲上去有可能会血本无归。那么这个事情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我们即将迎来无人出租车的大爆发啊！这个事情是谁也拦不住的，不是说有人要上街闹事儿，有人不开心了，这个事儿就可以停下来，一定会冲上去。这是符合中国民族性以及中国政府运作方式的。第二个呢，就这个事情肯定势不可挡啊，绝对拦不下来啊！这里边未必有百度什么事儿啊，未来可能跟他没关系啊。但是呢，前百度员工们啊，百度离职员工叫百老汇嘛，一定会在整个的这个创业大潮里边大展拳脚啊，会有很多的机会啊，资本现在肯定已经在动起来了啊，也会有很多失业的人啊，但是既不是政府要关心的事情，也不是资本要关心的事情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稍微扎心了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呢，我们反正就跟我一起，咱们站在偏资本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会发展吧。啊，算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预测啊，但是未来到底会不会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也不知道啊。反正我们吃瓜嘛，这个未来发展成什么样，我们再继续做节目跟大家讲。好，我来看看现在有些什么样的评论。我看看到哪里了啊？对，从这里开始啊，这个萝卜快跑会让很多人下岗吗？下岗后，大部分人会做直播还是什么行业？哎呀，直播这个事儿呢，你们看我直播，对吧？这个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啊。你让100个人坐这儿播，可能最后能有个2、3个人能留下来啊，能接着播下去，能够挣出钱来养活他自己，还不要说挣大钱啊，就是能够养活自己，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对吧？你像我这儿播了3年了，到现在也没赶上原来失业之前的薪水啊，这个事儿没那么容易。封面图片是真的吗？是的啊，这个是直接有人拍出来的。喝的白开水还是茶叶水啊？普洱，手普啊，准备做做萝卜快跑啊，这个挺好的，做做呗。刚刚说说网约车下岗后会大部分去做什么行业啊？这个其实你说这个冷血也好，或者怎么也好，我其实没有那么大关系啊。人呢是有很强适应性的。你说这个里头会不会是发生人间惨剧？说这个下岗了以后就没有事情做了，可能性是存在的啊，一定会有啊。但是呢，这个大部分人最终还是能够重新在社会上找到位置啊。当然，你说我们赶上稳中向好的时代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这个也不是我们谁能够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工人捣毁纺织机吗？
这个我估计会有吧。他们就不叫工人捣毁纺织机啊，他们叫破坏公物啊，或者叫破坏他人财产，对吧？你想那一辆车20万，你给人砸了，给人处理什么样的问题了，对吧？这个都是这个警察会抓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啊，那你说我去想办法黑到系统里去，给他上这个手机信号屏蔽器什么的呢？中国呢，早就给你留好了退路了，这个叫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啊，这个事儿是要入刑的。所以啊，劝诫大家啊，没到活不下去了，不要去破坏那个车。啊，之前在美西周五直播是早上5点，只能提前留言。这次回上海总算赶上直播了，这个真不容易啊！感谢感谢。前些日子去了一趟武汉，5天下了3天雨。对，我对武汉的天气还不是那么熟悉啊，虽然我去过可能不到10趟还是20趟武汉吧，但是每次去都是1天到，我可能真的去了有30-50趟武汉啊，但是每一次去可能最长的停留大概是住1晚上，大概就是这种水平。你的封面不是以前付费自动驾驶的图吗？不是啊，这个是今天新找到的。人员工资白天190，晚上200，综合1个月6000到6500左右。这个好吧。跑完步回来啊，大家周末好。对。联动云啊，年轻人的第一台移动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有点过分了啊。他们可以带尿不湿嘛？车内广告，看广告打折或者免单啊，这个也可以有了。但是你最终还是要算钱的。萝卜快跑不就是移动的零元购吗？这个还不能算零元购啊，你购这个还是要有一定风险的。想想阿里、美团、大众对实体的伤害，现在又加上萝卜，后续还会有一堆在这个领域持续伤害实体。北京折叠已经开启时代的浪潮，看这波会不会引起社会动荡？这个我觉得以咱们的维稳能力，应该可以顶过去吧。疫情都顶过来了。这周第一次赶上直播，周3你在呀？无人车要是电池起火了，门能直接打开吗？这事儿得试一次啊。百度我很难想象再亏多少。百度整体是盈利的啊，千万不要觉得百度整体是亏损的啊，百度是盈利的。但是呢，只要是盈利的公司，你说从哪天开始让它转亏，它肯定是不敢的，它一定得持续盈利赢下去。交规偏向罚无人车公司，会不会多出很多碰瓷儿的？这个中国的交规好多还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啊。你就当它是无人车公司向地方机构反向支付啊，这个没太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萝卜车里连一块看得到安全员的屏幕都没有，责权互认不对等啊！百度真是太轻贵了，不看好百度做这门生意。哎呀，这个安全员肯定也还是要这个什么的嘛。要这个有一定隐私需要保护的嘛。当然如果你们要在车里头车震的话，就不要想要自己的隐私了啊。我开电车，年年上牌的电池到现在基本还是原来驾驶里程基本还是放心的，电池续航就是一个玄学。现在好像里程保持最好的是特斯拉啊，其他的还真不知道。感谢打赏啊，7.9毛9澳币。15年上牌，关键是看什么车啊。一边工作一边听老范摆龙门阵啊，效率反而更高啊！还有这样的效果，喜欢听老范了啊，感谢。做百度萝卜，客户能向谁去投诉呢？向萝卜投诉啊，这个你像我们做滴滴，你要投诉你也只能向滴滴投诉，对吧？你做了萝卜，你想向其他地方投诉，
那百度分分钟给你拿出一堆证据来证明全是你的错，对吧？因为你进到车里以后就全都是这个百度的监控了啊。他说这个东西是好的时候就是好啊，说这个东西坏了就坏啊。百度云也是外包啊，要是外包确实轻啊。百度云应该是他们自己做的吧？百度有自己的计算中心，我还记得百度还跟我们讲过呢，说李彦宏是个山西人，对吧？百度的那个云计算中心在山西矿井里头。啊，因为山西原来是煤矿嘛，挖完煤以后有很多废旧矿井，就拿这个玩意儿改数据中心，可以省空调钱。百度的八卦这么有号召力啊，这都400多了啊，刚才有500多人，这个现在开始回答大家问题了，人少一点了。滴滴的内卷是卷司机，他们自带工具搞生产，而且怕客户投诉，百度能卷谁呢？啊，那么多汽车其实，需要很多伺候服务啊，估计只能卷客户，啊，节省了前台司机费用，添加很多后台安全监控和维护保障啊，单纯算会计账，这点是搞不定的啊，只能再忽悠日活率了。是的。我也觉得百度做不来这种重业务啊，真的要铺开，每一步都要死磕。当年滴滴、美团都是疯狂的地推走出来的，百度从来没有走向地下过。对，百度在地下走过呀，百度外卖，但是它走不赢啊。押韵好，百度这种公司做不好，我是乐见其成的；做好了，反而对大众没有什么好处。哎呀，百度怎么说呢？就属于真的是又怂又坏，对吧？它一方面坏，然后另外一方面真的这个上去打架它又怂。我用了腾讯大模型啊，感觉一本正经胡说，听文心一言垫底儿，我都不想用了。啊，这个我现在国内大模型用的是豆包、Kimi 和这个通义千问，还有灵异万物啊，这几个在用。他们各自有各自擅长的事情。今天打算用的啊，这个发现要走到指定地点放弃了，是因为在很多城市它的停靠站点是有规定的。我看纳斯达克的百度股票按兵不动啊，前2天涨，特斯拉纯视觉的，你说没技术门槛，哎，真的没有那么多技术门槛，千万不要觉得这事儿有多难，对吧？它最后难在哪儿呢？难在说我的事故率是什么样的，或者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出了还是没出这个事故？你像特斯拉，最后大家觉得这玩意儿真结实啊，这个是特别好，很好的可以保护驾驶员，那也是过了很多年，十几年了。对吧？然后呢，这个跟很多国内的车去比较了以后才发现，哎呦，说特斯拉做的好结实，但是在前期你要把它铺开的过程中，跟技术关系没有那么大。李彦宏表示啊，不管有没有结果，至少潮流爷见过玩过，啊，还玩的比你们早。对，这就是李彦宏每次干的事情。啊，技术对于有能力做这个业务的，真的没有太高门槛抢地图，啊，要么看背景，要么看地面管理能力，这2项能力，百度都属于垫底儿了。是的，因为百度一旦开始做地推啊，他看不起这些做地推的人，他自己人做不了，对吧？一帮学究，你咋做这玩意儿？啊，卖百度是一种情绪出口，哎呀，还好，百度其实他们的这个技术真的还可以啊。先给直播点个赞，感谢感谢，你们都点赞了没？无人驾驶这个技术在国内，百度不是最顶尖的，只是百度比较早踏入无人出租车这个行业。国内的无人驾驶，反正华为一直在做，做的其实也还可以，对吧？你就是华为也好，百度也好，就是你可以讨厌这个企业，但是呢，你不能否认，就是他们的技术其实还是可以的，对吧？包括蔚来啊，小鹏其实是所有做车里头可能啊，在这块技术算好的。啊，包括小米自己也在训练大模型，在干这个事儿啊，所以大家都在干。百度的名声太臭了啊！说起百度，第一印象就是挤走谷歌，竞价排名莆田医院，哎，这个怎么办呢？点赞点赞，对的，不仅是无人出租车，是全生产的无人化，
出租车只是开始。对啊，现在有无人出租车、无人环卫车，无人送外卖的车，无人的这种，很多的这个叫无人机送餐，什么都已经出来了。因为技术进步而失业的人不是政府考虑的，也不是资本考虑的，那应该是谁考虑的？毕竟这个与汽车替代马车不同啊，没有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你以为汽车替代马车了以后，马上就创造出了更多的工作岗位吗？并没有，对吧？它替代马车以后，它是过了一段时间啊，汽车的总拥有量比马车多出了可能几百倍，呈几何级数上升了以后，它才创造出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哎，我们是不是去做无人机飞手啊？这个或者我们去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这种需要人去做的这个事情啊？到那种情况下，可能我们真的就需要更多的工作岗位了呢，对吧？但是它有一个过程啊，不是马上就到的。赶上直播了啊，欢迎！感觉用萝卜这种车辆送鲜鱼油漆，还无人押运送货也是会多起来。萝卜应该不会去拉货啊，但是呢，这个叫快狗打车什么，就这种，还是叫快狗货运，啊，他们是专门拉货的，还有滴滴货运，他们会上这种无人的车去运这个鲜鱼啊，他们去拉油吧，挺好的啊，拉完食用油，拉点别的。教育行业、出租车行业之后，下一个会是啥行业？全行业啊！我跟我老婆说了武汉无人驾驶出租车这事儿，我老婆虽然嘴里说着好厉害，但是我说日本乡下应该也推广这个，然后我老婆又说那个乡下司机就失业了，出现意外怎么办等，这是比较反对的感觉。然后我就说，所以这就是日本在这个时代落后的原因。结果今晚我就一个人吃泡面了，你太倒霉了，这个是把老婆惹不开心了哈，这个实在是很抱歉。有什么行业是雷打不动的吗？有啊，公务员啊。教育行业、出租车行业之后，下一个是啥啊？什么都可以了。金融不行，金融现在也快挂了，以后金融算是一个服务业。我在武汉上的大学，对不起，可能会伤害一些武汉同胞的心情，我真的不太想回去，即便樱花季、桂花季都不想回去，去一次就不想再去了，为啥呀？所以我还挺担心这种无人车在武汉的安危。哎，不用担心，北京也会有的。现在北京已经开始发牌照啊，6月30号把这个牌照发下来，上海也发了牌照了，很快就会全市铺开。会不会乘客上车，器官匹配成功，门一锁，麻药一放，直达？我觉得你想太多了。西方极乐了。请问范老师如何看待广东的低空经济？到时候飞行器是电动的吗？飞行器现在都是电动的啊。孩子上大学了，考虑房车不？哎呀，房车这个事儿就让我叶公好龙吧，我觉得我可能够呛啊，我还是不太能折腾。这个房车你还是需要这个水电或者五金能力比较强才行，我是手笨。将来自动驾驶普及之后，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是不是都到萝卜快跑的后台指挥中心当安全员了？遇到问题随时人工接管啊？不会的，他那个安全员只需要原来1%的人就够了。没坐过这个车啊，你就睡车里了，不下来了，是不是流浪汉就会很开心？可以啊，他直接给你拉到警察局去。中国的角色会不会跟百度一样，先把模式趟出来，然后虽然未来可能没出过什么事儿，但原中国人一定会在各国大展拳脚。你在说什么？我没听懂啊，这个话我好奇怪。中年失业铁子人三项，都可以被无人驾驶替代了。35岁后要凉凉了，35岁之后还是润吧。萝卜快跑，乘客下车了，再启动，恨不得几分钟，后面的车能气死啊！这个
什么意思？啊，就是慢的呗。但这个东西就是慢，这没办法。萝卜好像已经落地广州运营了啊，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大概10几个城市现在都在落地。啊，听你说完，吓得我赶快把百度卖了。别啊，我们不做任何投资相关的建议。第一次赶上直播啊，你这个又，哎，这个 UBC 好像真的是第一次哎。下半辈子就住萝卜里了啊！萝卜每次都会把你拉到警察局的。萝卜问牛腩啊，下次谁叫牛腩快跑？伤害不存在，不管实体产业还是互联网都需要发展，发展就需要变革，变革就会洗牌，有人往前进，自然就有人被技术淘汰，是这样的。萝卜快跑这个词是不是根据 Robotaxi 翻过来的？有可能啊，有可能。让百度的人去扎别人家无人车的轮胎，我打赌他们不敢。但是别人扎他们家轮胎，肯定是有人敢的。这是自然规律。这什么是自然规律？如果以后网络够快，那人在非洲也能够给国内开车。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啊。现在国内5G 网络的延迟其实是可以干这个事儿。你像我可以在外边5G 开直播嘛，你不需要那么高的分辨率的情况下，啊，它去对车辆进行紧急处理，应该还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广东低空经济已经是卷土重来了，之前是通用航空，那个有房地产的概念啊，市长喜欢搞那种我是拥有全方位各种交通手段，这一轮的低空经济可以是低空秀，没经济啊，这个不知道了。范老师啊，福特探险者开着如何？啊，本来想买沃尔沃 XC60，正选呢。挺好的啊，福特探险者开着还是比较舒服的，特别是我买的是进口版的，啊，这个车还是很皮实，而且很省油，对吧？如果你并不常在胡同里钻来钻去的话，可以开到100公里10个油以内，啊，非常省油，而且特别大。了解一下算法，然后一切技术都是纸老虎。是的，特别是软件这种技术，最多就是多死俩人少死俩人的事儿呗，能差到哪儿去呢？啊，类似首汽专车这种模式，首汽这种企业搞还是很不错的，专车也有啊，加盟司机收入也不错。是的，那么后面首汽可能就跟他去谈个合作，说来我把百度的东西挂上，咱们来搞吧。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啊！萤火，百度的核心业务才是真正的草莽，一堆堆的皮包公司卖他们的竞价排名词条。这个蜂巢审核系统上线以后，部分地区的违禁词也有人给开，把类似赌博、高利贷什么的词上线啊。是百度其实内部还是挺黑的。这个刚才看过了，百度贴吧让老范来做的话，想象一下会成为什么样啊？大家想吧。看好特斯拉自动驾驶在中国落地吗？很看好，很看好。气就气这帮技术好好的，整天不干好事，这算好事啊？这个无人驾驶技术多好啊！其实应该是由人去考虑是否生小孩啊，人太多了，但工作岗位追不上。哎，这个事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微妙的平衡。我记得前2天看了一个段子啊，也是给我唏嘘很久啊，是说什么呢？说单位新来了个小孩儿啊，这个1个月挣3000块钱，但是每个月的开销呢能有6000。他就问那小孩儿说：“你这么花，够花吗？对吧？你入不敷出，怎么啃老呢？”后来那小孩儿说：“我就是我们家最后一代了。”啊，这话说完了以后，所有人哑口无言，面面相觑，说觉得好有道理。啊，说你花吧，对吧？你把所有人的钱包花完了就完事儿了，对吧？不用想后边怎么回事了。啊，你这孩子就是这一家的最后一代了，到此绝后。
车换马，还有一个时空背景，二战和二战后的工业和战争红利啊，这个反正有很多原因吧。法国环保主义者已在抗议低空飞行器了，高噪音、载人的碳排放超级高，还有安全性。这几天不是有几个农业用无人机坠落了吗？伤到人了啊，胳膊血肉模糊啊，这还真不知道。他们可以买大疆的，大疆的农业无人机还是挺好使的。某天会看到一则新闻：一百度外卖小哥违章驾驶电瓶车赶单，被一辆萝卜快跑出租车相撞。对，这个现在已经没有百度外卖了啊，现在就是饿了么。周三在深圳看到了啊，这个是萝卜快跑哈。有一种普通人接触不到的行业啊，好几年前已经实现全面自动驾驶，就是集装箱码头啊，无人码头嘛，这个现在已经有了。美国的无人码头都是中国人造的，所以他们现在也很害怕，说这玩意儿咋办，对吧？百度搞萝卜快跑，那谷歌有下一步的做，谷歌有啊，谷歌叫 Waymo 还叫 V 什么，就是它也有嘛。这东西百度也是跟谷歌学的。武汉就感觉当时大学填错志愿了，校外的人本地话又听起来很凶啊，服务态度不好，学校里男生帅哥也少啊，总体不开心啊，不赖武汉，赖我填报纸错志愿了。哎，这个武汉好吧，现在的安全员差不多1对1啊，不过从车内安全员的脸都看不到的环境看，以后肯定是1对多，甚至是无人值守。这个一定是会慢慢的把这个比例调开的啊。55500订阅啊，是的，今天已经超过了啊，55500几十了，我看看，现在是55596啊，再过一会儿就是55506了。无人车只是开始，后面还有机器人在等着，担心失业的人不会少。机器人快了，萝卜快跑，一个萝卜一个坑嘛？没有啊，是一个萝卜好多个坑。来晚了会从头看啊，欢迎。萝卜会玩到多久啊？不好说，可能3年、2年。塔主，我当年大学宿舍的老莫啊，是武汉周边麻城的，跟我说北方人太时尚了，让他很感动。说湖北有个词叫“七声”啊，在美国待了半年，又回了趟国，还是感觉国内舒服方便，外卖啥的都能送，买个药半小时就到，吃的也便宜，还不用给小费啊。国内这点确实是比较方便。你要在上海的话，会更舒服一些。5G 延迟降低只是指接入网这一段，核心网延迟还是受距离的限制、物理规律限制啊，不可能像超光速啊，超光速这事儿就不用想了。其实这种控制呢，你能够保持它在可能200-300毫秒之内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们以前做游戏做这种就是远程玩这种云游戏，对吧？那么大概是在200毫秒以内的延迟都是可以开赛车的。就按照魔都车牌模式，无人车才可以上高架，高峰限行，瞬间就推开了，真心受不了那帮司机的气。是的，很多人写了好多武汉出租车司机的各种拒载、骂人、态度不好、绕路这样的问题，对吧？无人车都没有这毛病。很好奇为什么武汉快递小车没有发展起来？武汉快递小车发展了一段时间，后来这个停了啊。但是快递小车现在在其他城市在发展。后来这哥们儿回老家复读啊，第2年考武汉理工了，好吧。都在焦虑无人出租车，其实也有可能以后有人出租车单价反而是更高，有体验要求的人
更倾向于人的服务，那人得长得好看才行啊，这个或者提供点别的服务什么的。我们当时的大学同学都立志考公务员，那么早吗？不应该啊。出租车行业10年内将消亡啊，被无人驾驶出租全面替代了。老范你怎么看？我觉得10年是不是太久远了啊？还是应该再快一点啊？曾经连瓶盖都拧不开的小仙女，将来得自己搬运行李到车上了。不会的，到那个时候还会有机器人的。因为无人出租车有极大利润啊，这个利润呢，我觉得至少百度还算不明白快递撑死让你多收几个包裹，什么意思？萝卜快跑能否替代货拉拉？肯定能。想要幸福生活，就一不买房，二不结婚，三不生娃，一定是人生赢家啊！那为什么来一趟呢？万一开战，那满天的星链，满地的自动特斯拉，像不像科幻电影啊？我觉得你想太多了。老范，我现在正在写一篇文章，写为什么明明各种无人科技其实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政府为什么要推？第一，我认为是盯准了海外市场，要以海外市场为海外市场的需求为主。第二，是刻在骨子里的那种害怕科技落后的思想。你认为围绕这2点合理吗？我觉得不是特别合理啊。怎么说呢？中国政府呢，其实一直是这种官本位政府，就是你要看它的 KPI 是什么，它考核什么，怎么能够继续留在这个位子上，怎么能够升官，对吧？那么既然是一个官本位政府呢，它一定是说我需要有政绩啊。那么原来的政绩就是你的 GDP 上升啊，你的房子卖得好，你的整个的这块东西是做上去了，现在这块玩不转了，对吧？其实很多城市像武汉这些城市手里还是有钱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要找一些其他地方出政绩那么现在 AI 也好，无人驾驶也好，就要出政绩的时候，对吧？他们一定会冲的。祝贺老范这个下一个是6666哈，好努力。我本来今天还想截555呢，结果没截下来，过了啊。无人车其实还是挺适合中国路上行驶的因为机器没情绪，中国路上车超多，很多带着情绪驾驶其实死亡率会下降事故率也会下降。无人车肯定多了以后，事故率会下降塔吊都在办公室操作了，不用爬上去了。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应该还是要爬的。塔主茶话会是女粉，理工科大学里帅哥总还是有的。哎呀，这个不好说。我感觉上大学的时候，很多还是这个稚嫩的小男生。无人驾驶如果铺开，市场会变大，直接会替代家庭的第2辆车。还有一点，车在国内是一种财产的展示。现在感觉好些了，但是国外的大城市中心城区，很多人是不拥有车的，而且很多北美城市现在趋势是减少停车位。谷歌的 Waymo 搞了半天，还没推出去，就在美国，就是美国的法律严格，中国就是法律道德比较有弹性。是的，中国这个好多比较玄学，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武汉大学人才不少。雷勋陈东升都是。除了上海和几个吞吐量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其他即便是2线集装箱码头都没有完全做到无人操作后期的运营成本太高，利润很难能够覆盖多数是小范围尝试。据说美国和北美地区还是挺多这种，就是现在开始上无人码头的，他们人贵估计订阅到多少就能放心润了。怎么得到10万吧？我估计以我现在这个涨幅，今年年底也许能涨到6万，对吧？明年能够涨到10万。我是文科生文科系文科院，文科很强的综合类大学。老范这里还是有女性文科观众的，是的。这次回国特意体现了
买点咖啡，点了2杯，让咖啡师不要急，慢慢做，口味比美国星巴克好多了，哎，挺好的。总感觉无人驾驶百度会失败，是的。为啥叫萝卜？Uber 的汉化没有啊？它萝卜应该是 Robotaxi。有了无人经济，中国人是不是就可以终于不用卷放心丸了啊？不会的，中国人一直会卷到死的。阿波罗系统是的，第一次去武汉看樱花就被绕路，绕了大半个东湖，真是黑啊！他有的时候是要过桥什么的，反正你也搞不清他绕没绕路。啊，当天他们有2派，一是国字科的公务员，二是南方周末，20年后都是公务员了，好吧？这个好厉害。哇，这么多评论，我要抓紧了，竟然是文科女生。联谊啊，是的，请问无人驾驶喝完酒在车上出了问题算谁的？这个无人驾驶咋喝酒啊？听你说的不给投资意见啊，我就马上停止卖百度了。还好赚了2000刀啊，是这个反正赚了牌了都是你自己的啊。现在都玩弯道超车了，是现在现在多数集装箱码头拖车发展的普遍方向暂时还不是无人驾驶，是电动化啊，电动化也挺好啊，但是无人驾驶肯定也在做啊。这位写文章的老师推无人科技是为了节省管理成本 ，KPI 达标啊，是向上管理，推不推海外有没有落后焦虑都是后面的事情。是的，他们首先要决定是不是能留下来。Reddit 不用啊，Reddit 我是基本上没用过的。谢谢扫盲啊，客气。这么多滴滴司机、快递员、外卖员失了业干什么好呢？这是他们每一个人自己需要思考的问题。塔吊的远程操作化确实是另一个方面啊，这个很多集装箱码头都在做啊，都是有人的远程一个摄像头操作的，好吧？它这个无人的塔吊上没人，可能有人在后台看着呗。在普通情况下 ，L4的无人驾驶可以处理。我昨天看了一下，阿波罗应该也改成，视觉神经加什么辅助啊，然后特斯拉在这方面只是真的遥遥领先了，但还是看好中国先推广无人驾驶，然后美国就要跟进了。这个要看，都坐在一个操控中心里的，这个是对的。拖车虽然规模小，但确实是纯无人的后面人就是监控一下，好吧？考虑一下去做一个无人驾驶，乘坐实时直播。我去做了那个以后，我怕万一百度举报我。可以把萝卜快跑的车卖给出租车师傅，然后再租赁给萝卜快跑，这个进行分佣啊，这个我觉得太复杂了。无人出租车其实也会扯上云计算嘛，它必然的，这肯定是云计算。中国水运的问题是散货太多，无人码头无法全覆盖啊。我现在一般说无人码头都是集装箱的嘛，而且后面监控的人并不是司机，而是厂家的售后服务人员啊，这个就不了解你说哪段了。集装箱拖车啊，码头上的拖车早就是4个轮子一个支架而已了。刚进来错过直播啊，这个我只是想说，萝卜有这个能力学习国内的道路规则吗？潜规则啊，最后他们会教育这个道路的，就跟咱们原来说00后整顿职场似的啊。所以现在来看，中国的官本位这个体制加上弹性的法律和道德制度，只是要老大要个头脑清醒的人。那中国这个制度优势，比欧美日韩的确是要高很多的啊。这个不能这么讲，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制度啊，在一定规模内它是有效的，或者在某些特定时期内、比较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放到一定规模以上，层级多了以后，然后上下层的这个管理体系和人员的素质都跟不上的时候，因为你一旦层级拉开了以后，一定是变成这样。
这个制度就会这个稳中向好啊，就会稳中向好。除了中国啊，其他国家未必跟进无人出租啊，他们没有这种刚需。我们不同啊，无人化是政府刚需，是的，这个政府要有面子吧。啊，这次还把国内乱七八糟的奶茶都喝了一遍，茶颜悦色。那你是喝了大量的科技与狠活啊，对吧？这些奶茶里头挺多矿物油超标的。这个技术进步就会有，工作转型，这是正常的，中间的过程就要靠社会保障护航了。对呀，我们稳中向好，这个社会一定是有保障的。啊，国内推广是因为官员政绩只对上负责，就业不是他们首要考虑目标。是的，中国向来讲究的是为了一部分人怎么样，或者为了大局怎么样，要牺牲少部分人，对吧？那么这些人，你想10几亿人，对吧？这个叫做多少人来着？这个千把万人就是小部分嘛。他们应该有一些高风亮节。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出租8月就要上线，而百度非要赶在之前把萝卜快跑上线。特斯拉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就是百度，百度有必要这么急着赶鸭子上架吗？一定有。这背后的阳谋是啥？我觉得背后的阳谋就是特斯拉的 Robotaxi 可能也在中国。无人驾驶在车内拍摄那种动作片算违法吗？这个反正他都拍啊，拍完了以后，你如果传播肯定算违法。想想《三体》的黑暗森林，生存是第一位的，在位者的 KPI 是永远在位，不是竞争，是的，也不是考虑其他人的利益。从最早上海洋山港推动，还在研究这个无人码头的事情，炒高股价才是动力，他们马上抛一波，是的。趁着高线再套现1个亿啊，这个是很多公司喜欢干的事情。科层制啊，层级越多，信息越堵塞管理成本指数上升，是的，一定是这样的。我每次回国都感觉国内各种最新的科技都是日新月异。之前带老婆在深圳的无人酒店全程语音交流，还有盒马生鲜、山姆等半小时送货上门，非常震惊，希望能一直在深圳。我记得日本也是有挺多无人酒店的，或者日本酒店里头那个人其实是很少的，1、2个人。但是日本呢，反正现在还是打扫房间肯定还是人了。摊牌了啊！本身就职于集装箱码头，我猜就是这个。先点个赞，感谢啊！然后咱们准备开始讲下一个故事。好，下一个故事呢是今天的第2个故事。刷抖音突然被虐心小说给攻陷了非常上瘾。看了好多，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这种商业模式呢？我呢前几天刷抖音突然陷进去了，一看就看了10几分钟。看的是什么呢？他这个视频是个解压视频这个做菜的呀，或者是做木工这种解压视频。然后前台呢是一个小说在那儿播一个小说。这个小说呢，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虐心非常虐的一个小说。那么这种虐心小说呢，因为我刷抖音经常会刷到，基本上是几个大的套路你每次发现稍微有点差别，但是你仔细一听，基本上套路都是几个。第一个呢，叫结婚当天未婚妻逃婚了或者说这个人可能舔了一辈子，然后这个未婚妻终于同意跟他结婚了但是未婚妻的这个初恋又从国外跑回来了然后这个未婚妻就直接逃婚了还有呢，什么宗门大师兄因为为宗门做出贡献武功废了，结果受到冷眼被大家排挤也有这样的。还有呢，什么镇妖关的这种守候多年的小道士被拆迁了，对吧？也有什么真孩子被假孩子给欺负的，就是说他是这家的真少爷这个走失了多少年，然后终于被领养再被找回来了。
但是呢，那个养子呢老不停的欺负他，对吧？也有这样的，还有各种舔狗啊被美女虐，当然也有女生啊被这个照顾了男的一辈子，然后被男的虐的这个也有啊，都有。然后呢，还有比较惨的啊，比如父亲带着儿子惨死了，老婆是医生啊，结果呢去救他的初恋，或者是可能他初恋得了个小感冒，对吧？他老婆去救那个去了，然后让父子两个惨死，然后成为鬼魂在旁边看着，他老婆都不知道他死了啊，这种故事都有，就基本上都是这种虐恋故事。当然也有一些比较爽的是什么呢？就是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啊，也有啊，比如说啥也不懂啊，就是或者说没有上过学，就在公司里头任职啊，结果呢被大小姐第一天上班给裁了，然后后边啊各种装逼打脸啊，这种也是存在的。但是大部分呢是上面这种虐恋小说，这个套路呢其实相对来说并不复杂啊。这个套路一开始呢通常是啊我本将近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好心全当驴肝肺吧，用难听的话说，就是一切的付出都是应该的，甭管是舔狗男还是舔狗女啊，舔了半天以后呢大家都觉得你是应该付出，然后对方呢一边消耗着这种无私的付出，然后另外一边呢不断的践踏主角的尊严啊，一般是这样的啊，甚至也有一个就是说，哎，这个女孩可能突然被少爷怎么样了，然后生了个孩子，然后把孩子留下来，离了婚走了啊，然后呢这个过2天这个少爷回来找他，当然这种故事也有啊，就是反正男男女女啊，这个性别不一定是在哪一边都是存在的啊。这个另外呢，就是各种世态炎凉了，比如说我原来为公司做过贡献啊，或者我为宗门做过贡献，然后呢身处逆境，现在不是特别顺的时候，被身边人所抛弃，这种也是非常多的。然后等到后面啊，他们再遇到困难再找我的时候，我就不理他们了啊。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没有轮到扮猪吃虎呢啊，只是别人还没有发现是老虎，就直接裁员裁在大动脉上的啊，也是存在的也算是现代年轻人所需要的各种情绪价值的放大和演绎，对吧？所以咱们看看这几个套路啊，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舔狗追不到，就跟前面这个在重庆跳河的这位小哥，对吧？舔了这么长时间，最后没有追到就很多人会把这种故事真的演绎出来，然后给你写一个小说念出来给大家听这个也是很多人都觉得，你看我追了女神追了这么长时间，最后没追上，对吧？然后要演绎一下。然后呢，也有一些人呢觉得，哎，你看我在公司里做了这么多努力，我做了这么多贡献，老板没看着，对吧？该有好处的时候没分给我到那个什么降薪就降我一个就或者说来了个老板的亲戚怎么样了这种也有很多世态炎凉的所以呢，基本上是在把现在年轻人的情绪放大。我记得原来讲过是你出去算命有2个主题，百算百准第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叫做怀才不遇第二个主题呢叫做遇小人这个在中间给你捣乱基本上这2个主题你跟所有的人说99%都中的这就是情绪价值的发现与放大我最近呢碰到一本什么书呢？是给自己搁里头呢。这个书的名字很俗叫缘分丢失这个我呢最后说干脆因为前面也看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就听了一些类似这样的书吧。说碰到这本书，我说我干脆把这个套路研究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套路，对吧？这个故事呢，开始也很简单18岁的首富生日当天自焚在自己的别墅里头死了，对吧？他呢是这家的真少爷然后从小走失，后来被找回来的。父母呢为了面子也为了贾少爷的体会希望贾少爷不要说我领养了你这么长时间，对吧？不要说真少爷回来你就觉得这个大家抛弃你反复虐男主，最后着火的时候呢，他们带着贾少爷跑了，把真少爷留在里头给忘了讲了这么个故事。当然了，这个烧死了以后，这个故事才开始这个人重生了这个所有这种故事都是重生了，所以咱们讲叫什么叫吃后悔药的故事。故事通常是从重生那一天开始。第一段呢，我听了大概20多分钟这故事讲完了。当然讲了肯定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个地儿的停了。于是呢，我就打开这个人的频道，我说我听下一集呗。结果发现没有下一集他这个频道里头大概有几十个类似这样的视频，然后呢，从20秒到40分钟不等，然后每一个视频呢都是从头开始讲这个故事这个比如说先讲20秒这个故事，然后讲5分钟这个故事，然后讲10分钟这个故事
然后最长的一个讲了40分钟，都是同样的一个故事，都是从第一句开始讲。后来我说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呢？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没有后续。后来呢，看评论区，我说这到底是本什么书啊？对吧？看到一个这个抓心挠肝的地方，我总得知道这后来咋样了，对吧？虽然你心里能够明白，最后一定是对吧？这个恶人有恶报，善人有善报，对吧？但是我们还是想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抱怨回来的啊！一定要研究一下啊！然后就看评论区说这书叫什么啊？说名字呢叫《缘分丢失》。我说缘分丢失，我说这好办啊！我天天看小说的人，我上起点，我上各种小说网站上搜呗，搜了以后发现没有，这本书不存在。然后我说那谷歌上搜一下，是不是在国内下架了？谷歌搜完了发现也没有啊，这本书也不存在。然后再看了几个视频呢，下头说推荐番茄畅听。番茄畅听是什么？是像类似于喜马拉雅一样一个听书的平台。我说那下一个呗，啪把软件下下来了，下下来以后发现也没有这本书。哎，我说这奇怪了，我说他们到底在干嘛呢？我说是真的是在推这本书呢，还是要干嘛呢？对吧？因为每一个视频都是从头开始，从10秒钟一直到40分钟，最长的一个。我说算了，咱们就听这40分钟的吧，我就把40分钟的找出来，从20分钟，因为我上一个视频听的20分钟的嘛，从第21分钟开始，一直听到40分钟完，还没结束这本书，对吧？但是呢，各种的这个套路呢，是向着我们所预期的方向发展了啊，坏人一步一步露出马脚，对吧？一些人慢慢的发现真相。有一些刺激的坏人，就不是那么坏的坏人，对吧？也在慢慢的发生一些转变，但是还是很顽固这个大家还是想说，哎，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再接着找吧。说算了在抖音里边搜我最后在抖音里搜搜完了以后呢，发现很多频道里都有这本书那我就一个一个点进去看吧这个时候呢，发现新大陆了什么神奇的事儿呢？故事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故事都一样。但是呢，名字不一样很神奇第一个我听的那故事姓楚，后边呢有的姓姜有的姓其他的姓都不一样。哎，我说这怎么来的？同样的一个故事，都是少爷在家里被烧死了，然后重生了，然后怎么样？哎，我说怎么会名字不一样呢？最神的是女配角的名字她呢，第一本书里我听的是主角姓楚，他们是楚家少爷。然后里头呢有另外一个叫京城楚家，跟他们家姓一个姓也姓楚。这家的呢是更比他们家家世大，然后呢这家的女儿呢后来喜欢上他了，对吧？两个楚姓的人在一起了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哎，但是有的改了名字了以后呢，这个女配角就跟着这个主角一起姓姜了，还是用同样的。但是也有改完了以后，这个女配角姓了另外一个姓了，对吧？他们这改名字改的还挺人工智能的这个很奇葩。通常呢是只改姓不改名叫楚什么，那边就叫姜什么，这个名字是不换的这只是把姓换了这个还有个别的呢，在编排和顺序上，包括语言的遣词造句上，也会稍微有一点点小差距。这种呢，拿现在的 AI 大模型去写个稿是能洗成这样的。配音程序也不一样不是拿同一个视频剪的，有的呢配的好一点，有的配的差一些。就是更像机器一些，有些呢是用一个声音从头配到尾的，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呢，还分男女生还有一些音效在里边那就是做的更认真一点了，对吧？视频和漫画也不一样，有的呢就是一个解压视频，也有一些是有漫画在里头的这个都不一样。然后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先把勾起来的瘾过了再说呗，咱们在研究商业模式之前，先把这个瘾过了。我在所有的视频里找了一最长的最长的是1.5小时了我就把这1.5小时这个视频拿出来了，发现从头开始还是一样的故事这个楚家少爷这个从头被烧死了，然后又重生了，开始听。然后呢，我从这个上一个不是听到40多分钟了吗？然后我这个故事也从40多分钟往后听基本上进度都差不多听到1个小时左右呢，这故事基本结束了。所谓故事结束呢，就是主要的坏人原形毕露这个养子就是他们后来收养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这个可能是听说了他们家的一个具体的住址或者一些行程让他父母把人家孩子给扔了，把他们家孩子放那儿大概是这么干的一个事儿，然后一直也在跟他原来的父母有联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一直在跟这个
叫做什么呢？这个主角去作对吧，然后呢去高考啊，然后这个小孩自己大概是考了一个很差的成绩，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当然中间还有很多交代清楚、交代不清楚的地方啊，原形毕露。然后呢，次要的坏人呢，算追悔莫及。谁是次要坏人呢？就是这个蒋家老爷跟蒋家太太，对吧？就是楚家楚家。然后这家呢是等于自己家的孩子丢了，领养了一个别人的孩子，然后呢自己家的真孩子回来以后呢，始终为了这个抱养的孩子呢非常偏心啊，一直是这么干这事儿了，对吧？那么最后发现这个自己抱养的孩子就是这么一个坏人最后他们也算追悔莫及。然后还有一堆不明真相的群众是什么人呢？是他有仨姐姐前面也是一直是这个冤枉这个主人公后来慢慢的就痛哭流涕了，说原来是这样的大概基本上这样的一个结束。这种故事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核心的主角里头就好人只有主角一个。当然呢，有一些次要角色呢会脑残好人那恋爱脑看见好，主角就上去喜欢这种也是会有的。就是整个的故事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那你说到了1个小时，这故事结束了坏人已经原形毕露了，那再往后半个小时演的是什么呢？再往后半个小时江郎才尽了这个故事也编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所有人一起重生到这一个节点，大家一起重生了，又重生到这个之前的半个月或者1个月的时间，然后把所有的故事再来一遍，然后让坏人受到更残酷的处罚，让坏人继续去做他这个坏人表演就干这个。当然我大概听到1个小时多一点，发现他们又重生了，我就把这故事关掉了这个瘾过完了，对吧？没必要再去循环嵌套了这个到此结束了。那么这故事一共分几个部分呢？这个故事第一个快速带入的悲惨开始一定不能是这个很缓慢的，一定是一开始就要特别快18岁世界首富被烧死在自己的别墅里就前几句话就是这样一定是快速带入悲惨开始，要不然的话留不住。因为在抖音里头人家考核的是5秒留存率，你第一句话说完了5秒钟过去了你啰里吧嗦天气真好，然后阳光明媚或者什么的，人走了，对吧？这个事儿是不行的，所以一定是第一步是个钩子。然后第二个呢是不断的被偏见、错怪、冤枉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觉醒和反转这是第二个部分。然后再往后呢是引入一些外部势力与技能，对吧？因为你被人欺负一定是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那个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反转过来呢？还要有外部的人来去帮助你像刚才我们讲这故事就是京城的一个大家族的女孩喜欢上他了，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又可以借力，对吧？跟他们去进行反转了再往后呢是要有一些无知群众慢慢开始觉醒了，逐步的揭穿主要坏人的一些恶毒伎俩，要逐渐的要觉醒一次。然后呢，次要的坏人就是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讲这故事里的这个父母2个，对吧？还要继续的顽固下去，一条道走到黑，对吧？通常是整个书里边最有力量的人但是呢，都不是最坏的，最坏的一定是这个只能装可怜这个做绿茶，没有真本事。通常这种书里的坏人都是这样的一些角色，没有真实力量这个呢也是符合大家人设的小人嘛。对吧？小人自己有真本事，这事儿哪成这个一定是不符合大家心理预期的，对吧？那么真正有力量的人呢，只是被蒙蔽了，就跟中国自古以来只能清君侧，不能斩昏君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对吧？那么这个是次要坏人以及最终坏人的一个基本设定是在这儿了。这种内容呢，长度大概也就写1万字，它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架构设定因为它节奏也很快。每过个100-200字或者200-300字呢，就会换一个情节，有一个情节翻转整个非常非常快。然后这个故事也没有为后续的发展留下任何的空间和架构，因为它就是这么长一个故事就完了再往后写不下去了。那么这种模式到底是怎么挣钱的就是我把这个瘾过完了，我要研究一下，你这边钱咋挣回来的？抖音呢，其实并不适合于做这种长篇两载，为什么呢？因为抖音完全是推荐算法会将碎片将内容彻底碎片化。真的推一个这个很长的文章，你是没有转化率的为什么？你比如说
我这是第一章啊，这后边是第二章，再往后是第三章。那么第三章如果比如说抖音直接把它推给某一个人去看了，那你没有开头，没有中间，没有结尾，然后你只是中间这么一个东西上来以后，那人是没法留下来看的，对吧？你没有转化率，没有这个点击率，那么最后或者叫没有留存吧，那么抖音就不会再给你新的流量了。所以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咱们比如正常的小说站去看小说是什么呢？我们被小说吸引了，对吧？我们会始终留在这个小说里，一直把它看完。这个是抖音不喜欢的。抖音希望什么呢？就是说我自己能够掌握所有的推荐所有流量在我手里头，不要被某一本小说或者某一个具体的主题给吸进去，变成私域流量这是他们想干的。所以它不适合做这个完整内容的输出它是碎片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个视频必须是从头开始的，你不能有中间的视频，不能有第二段、第三段，必须是从头开始，因为只有第一个开始那段才可以干嘛把用户吸住。然后呢，太长了意义也不大你真的说我干脆做一特别长的视频，10个小时，谁有的耐心听谁也没有那个耐心，对吧？所以通常做到1个小时也就到极限了。那么这个抖音里头前一段时间呢，出了一个叫中视频伙伴计划，就是你只要这个视频够长，留存够长，抖音给你分钱，对吧？那么这个中视频伙伴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在多个平台上联动，你发一个视频到抖音上，抖音就同时把这个视频发到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3个平台一起联动，然后呢，每播放1万次给10块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付费你不需要自己去做广告，不需要做任何东西。所以很多的这种做这种小说、读小说的这种视频，它实际上是挣这个钱的他们也还是可以挣到一些钱吧。我看到这个，比如刚才咱们讲那个缘分丢失这种垃圾小说其实很狗血的一个小说它呢最长的几个视频大概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次播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播放呢？因为你一次看不完对吧？你可能看了10分钟，然后待会儿又回来了，然后看第11分钟，对吧？大家都是给自己设定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叫缘分丢失全本完整故事，后来的故事都给自己设成这样的搜索关键词，它就不断的可以做 SEO 把人吸回来。这是第一种盈利方式。第二种盈利方式是推小说推小说呢也算是一种生意，但是这种呢通常会在视频下头放小说的链接。小说呢通常是番茄小说平台的为什么？因为番茄也是字节跳动自己家的所以自己家推自己家的东西。这种小说呢通常也比较粗制滥造我试过一次，就是他们推小说，然后就把他推的那本小说找出来看了一下，实在看不下去这个就是你听那个故事呢还觉得挺好玩的，但是你把这个小说拿出来看呢就没法看了这个还有一些呢推 APP，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视频呢，他就在推这个叫番茄畅听，每一次安装给10块钱这个番茄畅听呢，因为番茄嘛也是字节跳动自己家的，他们也是做了一些投放吧当然我是就下载了一个番茄畅听让他们赚到这笔钱，但是我发现没有这本书之后，我就把番茄畅听给删了。当然了，这还不是最恶毒的一种盈利方式。最恶毒的一种盈利方式是什么呢？是课程销售每获得一个学员可以给200块什么叫课程销售呢？其实是一种智商税不劳而获的中视频培训班。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上我这交钱一个人比如2000块钱、3000块钱，你交完了以后呢，我来教你怎么做这个视频，对吧？然后呢，交了钱入了班，然后他们会给你学剪辑软件怎么用，这个洗稿软件怎么用， AI 怎么用，然后这个配音软件怎么用，怎么能给它配出来教一堆工具。教完了以后呢，给你一个脚本，就刚才我们讲这个脚本实际上是办培训班发给你的。发完了以后呢，你可以自己去改写这个脚本。这为什么后来我们看到每个人的名字不一样呢？对吧？实际上这个名字是洗稿洗出来的。这个呢，避免版权，也避免被判断为重复，对吧？它是要有这样检查的。做完这个之后然后呢，这个通常各种配音软件和动漫制作软件以及这个解压视频这个你们自己去拼取，他们就不管了。再按照不同的长短把它剪辑好了然后每条都是从头开始，在抖音上开始投放，一天投个2条3条的保不齐哪条就爆开了它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些学员呢学完了以后就觉得下次我自己写应该也行，对吧？他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商业模式。
这个呢就算掉坑里了啊，交完钱以后还替人数钱呢，啊，或者叫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说哎呀这个老师讲的真好啊，我一定要好好学这东西，对吧？啊，那是不是所有学员都不行呢？肯定也不是了，这么说就太绝对了，对吧？这种故事，就刚才我们讲那个故事，一定是精心设计的。虽然这个故事很狗血，里头漏洞百出，但是这个故事本身是精心设计的，而且呢，经过了数据的验证，并不是谁都能写出这种故事来。能写出那刚才我们讲那故事，其实是很难的，它符合这个社会心理需求，对吧？而且节奏把握的非常好啊，你没有任何华丽词藻，因为上华丽词藻以后，你就没法那么简练了这个内容，它可以非常简练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啊。那么拿这样的一个一开始在培训班里领到的稿子啊，再用 AI 去洗稿，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困难，拿 AI 洗稿还是很容易的啊。自己你要想从头编这故事就很难了，你要拿原来人家写好的故事去投，还是相对容易一些的。啊，但是你万一有天纵奇才，学完了以后自己还编出来了，也保不齐啊，这个事儿可能性也是有的。那么平台呢也会打击这种格式啊，并不是对平台有益的一种内容啊，这种洗稿内容，哎，都是叫这个叫楚什么，那个叫江什么，后来又换了一个名字啊。我记得前两天特逗，有一个女生拿了身份证出来，她的名字叫什么？叫柳如烟。说你们放过我行不行？因为所有这种小说里头恶毒女主都叫柳如烟，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名字为什么那么好啊？所有人都叫柳如烟。他说我就叫柳如烟，我真名叫柳如烟，我身份证上叫柳如烟，对吧？然后所有人看到我都是恶毒女主，这事儿受不了啊，对吧？就跟原来有人叫苏丹红似的。然后这个名字换来换去，然后粗制滥造、反复重复的啊，不停重复的这种内容，而且还吸引大量用户关注，对吧？这个是平台不喜欢的。现在这些内容呢，已经在开始洗牌的过程中了，啊，目前能够爆起来的故事其实是很有限的，啊，抖音的推荐算法也在不断的寻找爆款，啊，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小说网站的算法跟抖音完全是反过来的啊，小说网站是尽量让人继续看下去，所以在小说网站里头很多小众故事是可以推得起来的，你哪怕你写的不是那么好啊，这个也能够有可能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围在这看，这是没毛病的。而抖音一定是要找那个最大的爆款拎出来，对吧？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这种内容是更适合抖音了啊。用 AI 洗稿，平台端的这种大模型以后肯定也是能够识别出来的啊。这是这种模式目前就是为抖音设计的，抖音现在也在慢慢的识别它，在打击这种内容。那么讲到这儿了，那你说我们今儿到底讲啥呢？就是这个模式呢，其实在未来其他的更多的平台上，更多样性、更私域流量的平台上，未必跑不通，有可能还是有机会的，对吧？油管对这种内容的容忍度其实就要比抖音强，对吧？油管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必须是大 V，对吧？像我这种有5万多关注的人，哎，大家聊聊天看也挺开心的，对吧？那么可能有一些人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内容一集一集做下去，对吧？大家也愿意一集一集往下看。那么可能油管上你去做类似这样的内容，就会做得好一些。不是说大家只能写出来这种只有一个故事，然后剪成不同长短，都从头开始，这是适合抖音的模式。在油管上，你可能就可以1、2、3、4、5、6、7、8集，然后一集一集放下去。这个事儿也有可能在油管上就可以走得通啊，在抖音上走不通，在油管上走得通，对吧？在微信视频号上可能也走得通，因为微信视频号或者有很多的微信关注啊，有很多这样的关系链在里头。它本身就更偏私域一些，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连载内容可能也能跑通，对吧？那么 AIGC 生产的内容呢，最终还是需要人来消费的。流量规则合适的平台，最终可能还会发展出一些新的出来用户量稳定可以做到独立平台未来有可能。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虐心小说，就会有一些新的平台长出来，就会离开抖音，离开微信这可能就是未来 AI 杀手级应用的一些雏形这是我们最后要讲的，就是有虐心小说虐心小说里头有这个非常邪恶的套路，但是呢，有可能这就是未来的方向，对吧？那么这些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尝试做 AIGC 的杀手级应用。对吧？但是呢，这些内容、这些杀手级应用都是由工程师做的，
工程师做应用就有一个习惯是什么？他们希望 AI 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对吧？AI 生成所有的小说，生成所有的内容，这是他们想干的。但其实我们通过虐心小说这件事情来看，是什么？就是虐心小说本身能够吸引到很多人，但是前提是什么？一定是有老奸巨猾的、透析人性本质的一些作者设计架构。设计完架构以后，这些架构一定是符合社会心理需求的。然后呢，要去到数据平台上去进行验证，再往后，再到不同平台上面去进行 AI 的这种扩展 ，AI 的这种描述，然后再去发放，这个才能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而不是上来说 AI 你给我写一个什么小说，我要去看，对吧？那个 AI 如果能写好了，那就逆天了啊，这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要找到合适的爆款，由 AI 辅助人将故事拓展开，提升转换率提升留存，慢慢的形成一定的私域流量。说不好听的就是让人上瘾。那么当用户开始稳定的在这个里边去流转以后，就可能形成新的独特的平台新的 AIGC 的杀手级应用就可能隐藏在这个里面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故事。好，让我们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评论看来第二个故事大家就不是那么喜欢了，就没有到500人了。这个我们已经刚才看过了点了赞了大家有没有没点赞的赶快点一个，这么方便不是有一堆人服务吗？这是讲的哪段？起诉或起义这个没用的。无人出租车就属于那种优等生介绍的学习方法，结果后进生按这个方式来做，一下子结果出来了，大家惊喜了。这个我觉得你也没必要说我们就是差等生嘛。百度在国内技术上还算是比较强的。上一年开始讲历史故事人越来越多了，把中文的博大精深发挥的淋漓尽致这个有历史的其实我告诉你这种就刚才我们讲的这种虐心故事其实才最吸引人最吸引屌丝像我这样的稳中向好，快成另一个梗了第一次直播留言随机姓名，好吧，这不算梗，这都是国内讲的，这个是政府讲的，对吧？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北美的中心城市城区也有非常强的需求，因为现在这些城市的城市规格是快速减少停车场，好吧，这个看来北美也需要这东西这是王少思聪的故事吧类似要不请老范去给他们指明一下方向吧，这是什么地方无人车能导致郊区房价涨，中心区房价跌，想太多了。萝卜快跑卖给司机，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就反正大家都在想这事该怎么办。嫣红快跑如果能挣钱直接贷款20，这个也可以油、奶、肉、茶叶等等都有猫腻。这个我觉得猫腻还是就不要想太多了这是非常经典的 AI 洗稿，是的其实还没有特别 AI 洗稿，我觉得它基本上是靠替换出来的这挺好。每次直播搞2个主题，一个行业硬核，一个吃喝文学影视劳逸结合。是的，其实我第2个也是在讲 AIGC急死我了。是的，看这种视频看这种小说可着急了这样吧，女粉丝吸到男粉也就来了，有抓手有闭环，年内10万指日可待你们努力去推荐我反对 AI 打倒 AI不能这么干，我们还是要去发展转生了。对，网文基本就是从各种被 PUA 的倒霉蛋一波翻身到龙傲天的故事。是套路就是这样的。但是你不要嘲笑套路，套路就是社会情绪发展的一个需求。听小说结果进了一个杀猪盘，下了好多个 APP，这个还不算什么，你最后
说我也行，然后你交了好几千块钱去上班，这个事儿才叫杀猪盘呢，对吧？老范在国内嘛，在帝都，你以为看的是预告片，其实是带货广告。是的，陈长生啊，陈长生是另外一个故事。美国的警车是加强版的探险者，叫这个啊拦截者。哎，我还真不知道。但反正我看着跟我这车差不多啊。美国警车也不少金牛座吧。这个反正我在旧金山看到的都是探险者，我觉得。学员钱没挣着啊，倒是给平台引流了。是的。萝卜最大的贡献是无人驾驶，并不是出租车，以后买这种车就行了。这个我觉得还是买特斯拉吧。第一次说话 Bill 卡啊，这个好像平时不怎么见到名字。注意看，这个女孩叫小美，那个男生叫大壮啊，这个是电影解说里边喜欢用的名字，在这个叫什么呢？在这种小说短剧也好，在这种小说里也好，大家真正喜欢用的名字，女的柳如烟大概真的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名字，对吧？然后男的呢，要么姓柳，要么姓楚，要么姓江。原来呢，霸道总裁很多姓顾啊，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但是你不要觉得说，哎，为什么大家都雷同呢？这都是通过数据验证出来的啊，上过 AB 测试的。我还真有个大学女同学叫苏丹红啊，其实我连她性别都忘了，名字毕生难忘，那没办法。你家小朋友考得怎么样啊？考得还可以啊，等到下周六吧，大概就应该知道结果了。这是未来杯葛的方向，什么意思？萝卜快跑无人出租车被曝售价20.46万元，周鸿祎建议大家可以买一台来给自己挣钱了。老范，你会买吗？不会啊，想多了。毕竟百度和华为是中文油管科技博主流量的来源啊。没有啊，我觉得董宇辉也可以啊，雷军也可以啊，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来源啊，周鸿祎也行，对吧？这种小说的运营就是一种 MCN 思路。是的，他思路很清晰啊，思路非常清晰。你买这个赚不到钱，花20万，每个月能赚回1000，差不多了。这肯定人家会算到你，比如说2年还是3年回本啊，但这个是肯定扯淡的。贷款买萝卜赚的钱肯定比利息少，这个还要算，但是人家算的账肯定是错的。萝卜来了快润，后宫不能少，这个不一定啊，它一般没有那么长的这个空间让你去开后宫，开后宫一般是要到10万字以上了，一般它这种1万字的都不会有什么后宫。现在都是这种短视频培训课，我去了2次，把烤肉吃了，没有买课，这个挺好的啊。如烟大帝，是的，柳如烟、季伯达这对组合最频繁出现，现在季伯达都少了，但是柳如烟依然受大家喜爱。山姆的食用油顺势狂涨价，胖东来的食用油全部卖脱销，很多人开始网购榨油剂，千万不要用榨油剂啊，自己洗不干净的那玩意儿。怎么看啊？是准备讲一条啊，但是那个可能就到付费频道里去了，就是本周的付费频道可能会讲一些跟食品安全相关的事情吧。有没有想到加拿大税率最低有潜力的卡尔加里来做投资的你们有没有人投资我去啊？居然没有太君啊，这个什么意思？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咱们已经2个多小时了，大家也都累了吧？第一波还是能赚钱的。当初滴滴刚上市，也有一波红利。滴滴上市，第一波开滴滴的人是赚到了啊，但是后边就没了。雷总是不是又该出点动静了？苏七的流量潮快消耗没了。是的，他最近是准备上自行车嘛？这个雷军自己骑着小步上街，这事儿像什么话呀？
而且小米 Mix 可能就是那个折叠屏的手机，估计又该发布了。第一这个是看到了啊，然后 AI 课还有继续的课程嘛，都实践了啊，希望继续出，啊，都实践了啊，很厉害。后面我再想一想啊，这个关键你们要告诉我想听哪一部分，对吧？这个在下面呢可能会再做更复杂的，或者说这样，就因为我太太也在跟我提意见，说我的 AI 课太长，所以呢，我后面可能会做一些简短的，就是每一节课就拆解一个具体的工作流，然后都用了哪些东西，具体怎么做的，可能会做一些这样的 AI 课出来吧。可能对大家也许有用啊。现在这一块你们要提意见，说到底想听哪一部分，然后呢，我去调整去。买榨油机干嘛啊？从租，这想太多了。其实真的运营啊，靠 AI 洗稿不可能行事的，还是要靠人啊。最好别投资买货拉拉电动货车的，现在可惨了，一定是这样的。讲点扣子啊，扣子现在快气死我了，因为扣子呢，美国那边开始收费嘛，然后国内呢现在也准备开始做付费，对吧？所以我现在两边使的都很不爽。逆天租售比啊，老范，我们可以一起操作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买房是吧？没钱啊，现在已经通过老范 AI 课的个人知识库，实践了写标书，有不少帮助，好吧？我最近把这个RAG 整个又改了一遍啊，现在效果更好。但是呢，扣子的 RAG，因为它最后限制你个人知识库的尺寸，我现在已经没法使了。所以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 RAG 的服务器都搬到了 DeFi 上，都搬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在本机，效果好极了啊！这个回头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再讲70分钟太累了啊，这个太长的课剪起来什么都很麻烦。好啊，那我们先到这里啊，预告啊，明天休息，后天呢是会放一期我如何用 AI 工具，放在公众频道里啊，这个呢是王书义的约稿啊，这个是天津师范大学的老师，他正好在帮人家组织一本书，叫采访20个用 AI 改变生活的人啊，我约稿，然后我就写了个提纲。那么这种稿呢，我一般是写好提纲以后录一期视频，然后呢把这个内容转成博客，然后再把博客呢再到 AI 里边去滚几滚、洗几洗，然后再手过一遍，大概基本上文章就完成了，是吧？所以后天应该会讲这个。然后本期的这个本周的付费节目呢，应该是因为有一位朋友想去，有一位付费会员吧，想做这个食品相关的创业，希望上网来取个经。然后呢，我当时跟他讲，我说我不参与任何跟食品有关的事情。他呢觉得我好像看不起他，所以呢我准备专门录一条付费节目跟大家解释一下中国的食品安全到底是咋回事，然后呢以及我为什么坚决不做任何跟食品相关的商业事情啊，这个也要跟大家讲一讲是本周的预告吧。但是会员节目讲什么公众节目讲什么，然后大家周末愉快也希望呢能够在下周能够有一个开开心心的工作日吧。然后呢，我也希望下周呢自己可以收到儿子录取的好消息我看看还有什么。要等大厂都下场厮杀，才有无人车加盟红利不过也很危险。对，在中国其实我觉得你不要太想考哪里了，下周应该能知道这两天在单位学了一课这个其实就是图像化编程，具体的代码很难记得住，但具体案例过程记录确实挺有启发。我觉得老范可以把具体案例的模板分享给会员，没问题。我是有一些我自己用的很爽的这个模板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无人驾驶的车你怎么可能赚钱？对这个事儿，我觉得想太多了温哥华第一次赶上直播，这个名字好像确实不常见欢迎。
这个是辛苦，回头见啊，回头见，回头见。这个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啊！视频解说一遍啊，然后具体工作流分享给大家，没问题。辛苦啊，周末愉快。对，已赞。周末愉快，祝小范前程似锦，感谢，再见。啊，应该是把手放在身前摇才能看得到。